在俄乌战事仍然焦灼之际，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也通过对俄展开经济制裁等手段，意图对俄罗斯极限施压。拜登周二发表的任内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也将俄乌局势摆在显著位置。拜登声称，这次俄乌战争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严重误判。他还宣布将与盟友一道对所有俄航班关闭领空，以此进一步孤立俄罗斯。不过，拜登仍然重申，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与俄军作战。有关俄乌局势的内容占到拜登回顾了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近期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强有力经济制裁措施，以及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称相关措施展现了西方的团结，并给俄罗斯带来痛苦。拜登随即宣布了一项对俄加码制裁措施。Tonight, I'm announcing that we will join our allies in closing off American airspace to all Russian flights, further isolating Russia and adding additional squeeze on their economy. 当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就称其航班已暂停飞进俄罗斯领空。美国主要航空运输企业也跟进行动。此前，欧盟和加拿大已宣布对俄罗斯航班采取类似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说到对俄下一步的制裁措施，拜登提到将责令美国司法部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以追踪俄罗斯精英大亨们的犯罪行为，使之无法再享受游艇等奢华生活。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assembling a dedicated task force to go after the crimes of the Russian oligarchs. We're joining with European allies to find and seize their yachts, their luxury apartments, their private jets. We're coming for you, ill-begotten gains. 拜登除了重申前几天在不同场合所讲的内容之外，就是把乌克兰驻美大使请到了现场，以示对乌克兰的精神支持。外界注意到，就在拜登演讲的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与波兰总统杜达一起参观波兰空军基地后，也对记者表示，北约不会向乌派兵。Well, NATO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But NATO is not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conflict. So NATO is not going to send troops into Ukraine or move planes into Ukrainian airspace. 向乌克兰派兵就意味着向俄罗斯宣战。北约和美国都没有准备好把一场地区性的冲突扩大为一场世界性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北约和美国也没有义务向乌克兰出兵，北约还没有准备好正式的加入这么一场俄罗斯和30个北约国家的战争当中去。所以说，他们可以隔岸观火，火上浇油，但绝不会卷入战争，惹火烧身。尽管美国和北约都明示不会向乌克兰出兵对抗俄罗斯，但美欧近日持续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加大制裁力度。为维护俄罗斯金融稳定，普京周二签署了关于保障金融稳定补充临时措施的总统令，其中规定，即日起，俄居民向不友好国家人员提供卢布贷款或与之开展证券和不动产交易时，要获得俄政府外国投资监管委员会许可。开展证券交易时要获得俄央行和财政部许可，在指定交易所进行。禁止从俄携带按当日俄央行官方汇率折算的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金出境。俄罗斯现在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但是俄罗斯的经济也是有它的韧性在的。能否顶住这一轮的严厉的制裁，主要还是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究竟可以达到哪一种程度。美欧国家目前短期内还是没有想做到这一步的，因为能源嘛，它是一个刚需产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乌第2轮谈判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举行，但今天俄对乌军事行动仍在持续。乌总统泽连斯基也放话愿与普京总统直接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在局势处于焦灼状态之下，对话和谈判的努力都值得期待。在互联网时代，全球都在围观这场战争，每个人对战争的感受不一样，但是无论是谁，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战争是一场悲剧，战争打断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处于战火之下的人们生存受到威胁，包括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也面临着战火的威胁。而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不断升级，也对全球市场和经济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因此，任何缓和局势的努力都可能拯救生命，减少损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俄乌战争的态势还处于迷雾之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时机似乎还比较遥远。
从我个人观察来看，当下处于双方谈判的窗口期。2月28日第一次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接触和谈判，同时也释放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双方能够抓住机会进行不断的谈判，有机会避免战争从有限战争变成全面战争。俄军对乌克兰的闪击战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乌克兰政府和军队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在战争爆发1周内出现了一个均衡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双方有机会达成妥协。俄乌第2次谈判如果能够控制战争规模和烈度，并且寻找到能够进行磋商和妥协的问题，就为实现和平找到了一线希望。如果错失这个机会窗口，战争可能会转向绝对战争，变成了2个政府、2个国家的意志对决。最终，也许双方都会发现彼此错失了胜利的顶点，而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今天，拜登发表任内首份国情咨文讲话，威胁加码对俄制裁，要让普京付出更大代价。但俄方强硬回击，制裁不会改变俄罗斯立场。您对此如何看？在我看来，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制裁了，而是经济战，或者变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了。包括将俄罗斯央行以及主要大银行踢出国际支付系统，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这些被认为是核弹级的制裁，以至于俄罗斯采取了对等的应对，就是升级了核战备的等级。进一步说，对俄罗斯的经济战、金融战的目标，就是在短时间内阻断俄罗斯获得资金的来源，将俄罗斯从国际市场中踢出去，包括资金往来、航运、航空、互联网等等。可以说，这是全系统的切割。俄罗斯经济遭受了剧烈的冲击，货币、股市暴跌。俄罗斯颁布了保障金融稳定补充临时措施的总统令，采取禁止把等值超过1万美元的外币资金携带出境等一系列的措施。另外，俄罗斯宣布暂时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联系，国际航运巨头也暂停了往返俄罗斯港口的运输业务。俄罗斯和几十个国家的领空相互关闭，一夜之间，我们看到这场经济战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美欧要与俄罗斯进行脱钩，而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措施也是主动脱钩或者是反向的封锁。俄乌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体系和国家之间的博弈，或者说金融、货币、媒体等软权力、粘性权力与军事硬权力之间的博弈。乌克兰的炮火和无形的经济战、金融战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博弈的战场。这场战争造成的冲击远远超出了乌克兰，而带有全球意义。俄乌战争不仅结束了欧洲在后冷战以来30年的和平，甚至改变了2战结束之后的欧洲秩序。2战后国际秩序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有责任去稳定国际秩序的基石。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